欢迎来到汉语慢时光，我是王宇。很多人问我，学中文最难的是什么？他们以为我会说声调，或者汉字，或者语法。但我现在如果很诚实地回答你，我会说一句，中文最难的地方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停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你明明听懂了对方说的每一个字，可你还是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等你接。刚学中文的时候，我以为语言就是信息交换，你问我答，你说我回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中文不是这样用的。中文里有很多话不是为了让你回答的，它只是放在那里，像一个信号。你要不要接，你怎么接，比你说什么更重要。就拿上周去超市买水果来说吧，那天阳光很好，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橘子和苹果的香味。我推开门的时候，心里想着我要买点水果，顺便练习中文。一进入水果区，就听到大叔问我，你要买苹果吗？我心里瞬间明白了，但嘴巴像被胶水封住了一样，怎么也动不了。我结结巴巴地回答，我要2个苹果。大叔点点头，微笑着递给我苹果。我心里暗暗叹气，明明听懂了，为什么说不出来？就这么难？后来我注意到，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超市。比如有一次坐地铁，我听到广播说，下一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注意脚下安全。我立刻理解，但当我想对旁边的外国朋友解释时，脑子里完全空白，话到嘴边又不知道怎么组织。我想，这其实是很多学习中文的人都会遇到的心理现象，理解快，但输出慢。我们的脑子习惯先翻译成母语，再组织语言，但中文表达方式和英文差别很大，所以开口时就容易卡住。那天晚上，我自己在家复盘了一整天的经历，我发现一个关键点，在生活中，我们听得懂的中文，大多数是被动输入。比如地铁广播，商店里听到的问话，朋友的聊天内容，这些都很自然地进入了脑子，但我几乎没有主动开口的机会，导致输出环节薄弱。我开始尝试记录每天的听懂但没说出来的瞬间，比如在咖啡店，听懂服务员说，请问你要加糖吗？可我不知道怎么顺畅回答。在书店，听懂店员说，这本书很受欢迎，我却不知道怎么评论。在地铁上，听懂乘客讨论电影，可我想加入话题时紧张得不敢说。每一次记录，我都会在心里分析，为什么明明理解了，却无法说出来？答案往往都指向2个方面，心理因素和输出机会不足。心理因素包括害怕说错，担心别人笑，缺乏自信。输出机会不足指平时开口的频率太少，语言没有练习成习惯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小计划，每天找至少3次机会
用中文描述一件小事，比如，我今天在超市买了苹果。地铁里有很多人。我刚刚看了一本书，内容很有趣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说的慢、结巴，甚至忘词，但我提醒自己，语言是用来表达的，不是用来完美的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可以把简单的句子完整说出来，信心也增加了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位中国朋友散步，他问我：“你最近感觉中文怎么样？”我心里有点紧张，但还是尝试回答：“我每天都试着用中文说一点点。”他笑着说：“很好，你说的比你自己想象的流利。”那一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，勇敢开口是突破听懂却不会说的关键。几天后，我决定给自己一个小挑战，去餐厅点一顿午餐，全程用中文。我选择了一家不远的面馆，门口挂着红灯笼，窗户上贴着手写的菜单。我推开门，心里紧张的像要参加一个考试。服务员笑着问我：“几位？”我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自然地回答：“一个人。”语气尽量轻松，就像在自言自语一样。服务员点点头，让我坐下。坐下后，我仔细看菜单，上面有好多我不熟悉的词：酸辣粉、炸酱面、豆皮。我心里暗暗念叨，都听懂，但不知道怎么说。我决定先用最简单的句型：“我要一份酸辣粉，谢谢。”说完，我有点意外地发现，声音其实比我想象中流利。服务员微笑着重复了一遍订单，我点头示意，心里暗暗高兴，第一次主动点餐成功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观察周围的顾客，他们有的边吃边聊天，有的低头刷手机。我心里想，如果我也能像他们一样自然地说中文该多好。于是我开始尝试在心里复述别人说的话。旁边小孩问妈妈：“这个面辣吗？”妈妈回答：“不辣，只是微微酸。”我在心里跟着重复一遍：“不辣，只是微微酸。”虽然没说出口，但这种心理输出训练很重要，它帮我慢慢把理解转化成表达。回到家后，我拿出笔记本，写下今天的经历。我听懂了菜单和服务员的问话。我尝试用中文点餐。我在心里复述对话，练习表达。我发现，当我在生活中主动练习中文时，脑子里的翻译层慢慢减少了，开口的阻力也降低了。几天后，又是一次有趣的经历，在地铁上遇到问路的情况。那天我正戴着耳机听中文播客，突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，用中文问我：“请问去人民广场怎么走？”我心里一阵紧张，但立刻提醒自己，这是练习的机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回答：“你坐地铁2号线，然后换1号线。”说完后，我意识到自己慢慢能用中文解释路线了。虽然语速慢，停顿多，但比以前好多了。
心理上的恐惧感也下降了。我开始总结自己为什么听得懂却说不出来。一、心理压力，害怕说错，担心被笑。二、输出机会少，平时生活中开口的机会太少。三、母语干扰，脑子先翻译成英语，再组织中文句子，增加了时间成本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我制定了3步训练法。主动说，每天找至少1次机会开口描述身边的事物。心理复述，即使不说出口，也在心里用中文表达别人说的话。记录反思，每天写下自己开口的尝试，记录成功和卡顿的地方。为了增加趣味，我还给自己设定了小奖励，每成功开口1次，就允许自己吃1块巧克力或喝1口咖啡。慢慢的，我发现开口不再像以前那么可怕，反而带着一点小期待。不仅在餐厅和地铁，街头生活也成为练习场。比如去超市买菜，在咖啡店问价钱，跟快递小哥确认收货地址。每一个小场景都是练习中文的机会。有一次，我在菜市场问，请问这个西红柿多少钱1斤？小贩回答，5块钱1斤。我重复了一遍，5块钱1斤。谢谢。回家后，我忍不住笑，竟然自己能顺畅说出一句完整中文。这种小小的成就感，让我更有动力去开口，也让我明白，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中文课堂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逐渐意识到，听得懂却说不出来，其实并不是语言能力的问题，而是心理障碍和练习机会不足的综合结果。为了突破，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实验，每天至少3个场景主动开口。第一个场景是早餐时的自言自语。每天早晨，我在厨房准备早餐，顺便练习中文描述自己的一举一动。我在煮鸡蛋，牛奶已经加热好了，面包有点烤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说得很慢，甚至停顿半天才说出完整句子。但随着连续几天练习，我发现自己不仅能流利表达，还开始加一些小细节。面包有点烤焦，不过味道还是不错。这种小小的自我对话，让我慢慢把语言理解转化为输出习惯，心理负担也轻了很多。第二个场景是跟邻居打招呼。我住的小区里，中国邻居很多，每次遇到他们，我都会尝试用中文说一句简单的话：早上好，今天天气真好。有一次，我碰到一位阿姨，她笑着问我：你学习中文多久了？我有些紧张，但还是回答：我学了有1年多了，还在练习口语。阿姨点头，眼神鼓励：慢慢来，你说得很好。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暖，也让我意识到友善的回应是开口的最大动力。第3个场景是课堂和语言交换。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小型中文角，每周1次，和几个同学一起练习口语。
刚开始我总是紧张，听懂大家说什么没问题，但开口总要思考很久。后来我尝试半说半演，先用动作或表情辅助表达，再慢慢说出口。比如讨论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，我做出比划动作。我喜欢春节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有红色灯笼，放鞭炮。同学们笑了，但他们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。我也更有信心继续说下去。这种方式让我明白，流利输出不必完美，意思表达清楚就够。我还记录了几个心理小技巧：一、降低完美主义，开口时不追求语法和发音完美。二、先心理输出，再口头输出，在脑海里演练一遍，再说出口会更顺畅。三、多模仿，多重复，用中文描述日常事物，越频繁越自然。通过这些练习，我逐渐形成了一套方法：生活场景、心理演练、小挑战、记录反思。每天的练习不需要长时间，但要有目标，有记录，有反馈。慢慢的，我发现听懂和开口的差距越来越小，甚至有时候能即兴用中文表达复杂想法，而不再依赖脑内翻译。当然，过程中也有挫折。有一次，我在超市问价钱，这个香蕉多少钱？收银员回答后，我突然卡壳，忘了复述价格，只能尴尬地笑。哦，谢谢。回到家后，我在笔记本上写下反思，下次遇到类似情境，要先在脑子里复述一次再说。这种失败让我更有意识地训练心理输出和口语流畅度，而不是光靠听力。总结几条核心经验：一、心理输出练习是关键，即使不说出口，在脑海中模拟对话也能提高口语流利度。二、场景实践很重要，餐厅、地铁、超市、邻里打招呼，每个日常场景都是语言课堂。三、记录与反思，写下自己的开口经历，分析卡壳和流利的地方，有助于改进。四、降低完美主义，流利表达不等于完美发音，意思表达清楚才是重点。五、坚持与耐心，语言输出能力需要时间，别急，慢慢积累。最终，我从听得懂却说不出来的状态，逐渐变成敢开口、慢慢流利的状态。我发现，语言学习不仅是词汇和语法，更是心理的训练，勇敢表达的心理。生活中每一个小场景，每一次开口，都像在搭建语言的桥梁，让理解和表达之间不再有障碍。回头看我学会的这些东西，没有一条是从书上来的，没有一条是老师教我的，它们全部来自一次一次不太舒服的真实场景。说错了，气氛变了，我记住了；说慢了，对方接上了，我学会了。有时候我会回想，刚来中国，刚开始学中文的那段时间，那时的我很着急，着急听懂，
着急说对，着急表现得像一个会中文的人，可越着急越容易卡住。所以，如果你也觉得听懂中文没问题，但开口总是卡壳，不妨从今天开始，找到一个生活场景，给自己一个小挑战，哪怕只有一句话也算成功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中文不仅能听懂，也能自然地说出来。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。我后来明白的一件事，中文不是一个你准备好了再用的语言，它更像是你一边用一边长大。你在用的过程中慢慢学会，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停一下，什么时候多说一句，什么时候点到为止。我现在的中文还是不完美，我还是会说错，还是会听漏，还是会在某些场合不知道该怎么接。但和以前不一样的是，我不再因此紧张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不会，我只是还在走路。生活里的中文不是为了考试存在的，它不是选择题，也不是标准答案。它存在的意义是让你能和人坐下来，把话慢慢说完，在一个陌生的语言里感觉到一点点安全。如果你也在学中文，也许你现在觉得自己进步很慢，说话不自然，总是想很多，但其实这些都是好信号，说明你已经不只是学词汇，你在学如何生活在中文里。我不是想告诉你我中文学得多好，而是想陪你一起承认一件事，学中文本来就不是一条快的路，它更像是一段边走边看边适应的过程。如果你今天只记住一句话，我希望是这一句：中文不是要你一次说对，而是允许你慢慢说下去。如果你在学中文，这一期我也准备了一份小讲义，里面有一些我刚刚用到的句子和表达，你可以在听完之后再回头看看，很多地方可能会突然变得更清楚。感谢你今天陪我一起用中文慢慢走了一段路。这里是汉语慢时光，我们下一期再慢慢聊。学习讲义一，本期学习目标：通过本期播客，你将能够理解、听得懂与开口说中文之间的差距，学会在生活场景中主动开口表达，掌握一些表达心理活动、日常行为和情绪变化的常用句型，练习用中文描述生活场景、日常操作和简单对话。二、核心词汇：一、日常生活场景词汇。早餐 breakfast， 我每天早上吃早餐。地铁 subway， 我坐地铁去公司。超市 supermarket， 我去超市买水果。邻居 neighbor， 我的邻居很友好。价格 price， 这个苹果多少钱？开口 start talking， 我练习中文
每天尝试开口。2. 心理活动与感受词汇。紧张 nervous， 我第一次用中文问路，很紧张。害怕 afraid， 我害怕说错中文。鼓励 encourage， 邻居的话让我很有鼓励。成功 succeed， 我第一次用中文顺利表达，感觉很成功。练习 practice， 每天练习中文很重要。自信 confident， 练习之后我变得更自信。3. 动作与行为词汇。做 do， 我每天做早餐。问 ask， 我问邻居路怎么走。回答 answer， 我用中文回答问题。描述 describe， 我用中文描述每天的生活。停顿 pause， 我说中文时有时候会停顿。3. 重点句型。句型1，我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用中文问路的时候很紧张。用法说明，描述某个动作或事件发生的时间，适合心理描述。句型2，虽然，但是。虽然我听懂了中文，但是开口说总是卡壳。用法说明，对比和转折，常用于播客和日常口语。句型3，我发现每天练习自言自语，口语越来越顺。用法说明，表达个人观察和感受，非常口语化。句型4，不要害怕说错，意思表达清楚就好。用法说明，给自己或他人的心理鼓励。句型5，比如在地铁里，我尝试用中文问路。用法说明，用来举例说明具体场景或动作。4. 口语练习，请大声回答下面的问题。1. 你什么时候会觉得听懂但说不出来？ 2. 你生活中最常用的中文句子有哪些？ 3. 如果今天去超市买东西，你会怎么用中文表达？提示：用完整句子表达，哪怕简单也可以。5. 场景对话练习。场景1，早餐自言自语。我在煮鸡蛋，牛奶已经加热好了。面包有点烤焦，不过味道还是不错。场景2，邻居问候。早上好，今天天气真好。你学习中文多久了？场景3，超市问价。这个苹果多少钱？我可以买2个吗？谢谢。6. 表达替换练习。我学中文。我每天练习中文，希望口语越来越流利。我听懂中文。我听得懂中文，但有时候开口会卡壳。我觉得紧张。虽然我有点紧张，但是我仍然勇敢说出来。7. 学习小技巧。1. 心理输出，
先在脑海中练习对话，再开口说。2. 小场景练习：早餐、超市、地铁、邻居问候都是练习机会。3. 记录反思：写下每天的开口经历，分析卡壳和流利的地方。4. 降低完美主义：意思表达清楚比语法完美更重要。5. 坚持：每天哪怕一句话也会积累口语能力。8. 总结：如果你在学中文，这一期我也准备了一份小讲义，里面有一些我刚刚用到的句子和表达，你听完之后再回头看，会更清楚。练习心理输出、日常场景口语和自我反思，你也能慢慢突破听得懂却说不出来的困境。汉语慢时光，生活里学中文。